在一个到处是变种人超人的世界里，你就是一个没啥超能力的普通人，但你足够牛，自己造了一个战斗机器人，驾驶着它出强扶弱，当起了匿名英雄。没有人知道机器人里面的真面目，你也不图回报。结果呢，就是过得穷得叮当响，身边只有一条狗陪着，住出租屋，没有正经工作，更没有对象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你的机器人被人做局毁掉了。你侥幸逃出来后，直接跌入人生谷底。没有了机器人，你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人认识真正的你，更没有人来救你。就在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转机来了，一个金发碧眼、又美又能打的女超人出现了。她不仅陪你去酒吧散心，帮你收拾小喽啰，还主动帮你找了份工作。关键是她居然还知道你就是之前那个机器人英雄。I'm sorry if I gave the wrong impression. Oh, no. It's my fault. I'm so sorry. I totally misread that. You didn't. I mean, you did. But I definitely... 这份工作就是去超英派遣中心上班，说白了就是给城市里的各种需求派对应能力的超英。小到找丢失的东西，大到抓抢劫犯、维持秩序、接受采访、表演节目这些活，都给你统筹安排。有的任务派一个超英雄就行，有的得2个人组队。组队久了还能触发羁绊效果。发任务时，大家还会相互互怼吐槽，聊出不少有意思的对话，美式幽默味很足。角色们都直白得很外向，不藏着掖着，当然也相当表面。真正的角色感情和脆弱点，等到大家熟悉之后才会表露出来。游戏的核心玩法其实就是送快递游戏的变种版。这种模式不新鲜，但包装上超英设定之后，就多了不少故事感。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超能力队友，需要你亲自调度和管理。出席的队友如下。火燎宝，团队里的暴躁老哥，能操作火焰，脾气一点就着。四道之星是跟你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好朋友，他突然觉醒了超能力，能够快速移动，但代价是使用超能力会急速衰老。冲锋时他已经从年轻人变成了老头。他跟你一样负责后勤工作。隐身女，团队的问题成员，能力是隐身，但总不按指令行动，爱抢队友功劳，是个让你头疼的吊车尾。超音波，智力担当，能在西装绅士和蝙蝠怪物2种形态中切换。平时冷静靠谱，但曾经被队友刀锋女恶作剧困在健身房。刀锋女带翅膀的飞行系队员，羽毛如刀刃般锋利，性格也像她的能力一样尖锐。金亚光，那位金发碧眼的女超人，她的强大能力来源于身上的神秘宝石，美丽善良，她是这里的领导。海扁男，灵感应该来自电影《海扁王》，同样身材矮小，但是战斗力出众。摩罗夫恶魔女，手持大剑，可以治疗队友，可以制造传送门。艾琳职业是一位明星，能力是分身，她的运动能力发达。魔偶是一个大块头，她可以复制自己，而且防御能力出众。你需要管理的就是这样一支个性鲜明、问题重重的吊车尾超英小队。你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，同时帮助他们学会配合，成功完成任务。而且在公司里实行的是残酷的末尾淘汰制。在游戏中途，我们需要在2个超级英雄里2选1淘汰。比如我在当时的蝙蝠男和刀锋女之间选择了刀锋女，就觉得他复仇起来肯定很帅。事证明他确实回来搞事了。不过这俩选谁其实区别不大。我猜测对于制作组来讲，就是在相同的动画情节里换个角色来表现同样的情节吧。剧情节奏特别像美剧，每一章都有大转折。第一章，你从人生低谷被女超人拯救，以为遇到了天使，结果第2章快结束时发现人家有对象。刚接受这个事实，工作慢慢步入正轨，你开始给这些刺儿头超英灌心灵鸡汤，让他们学会合作，成绩越来越好，队伍也不断壮大。当你帮助了隐形女，帮她从吊车尾位置爬上来时，又不得不从蝙蝠男与刀锋女中选一个进行淘汰。后来又要从新加入的2个成员里面选一个加入，其中一个是女超人刚分手的前男友啊，是的，女超人单身了，玩家可以去追她了。这个前男友叫做惊人，他现在呢失恋了，天天喝酒搞破坏。玩家把他劝回了正途。一个是有水能力的老实人，天天在公司打杂，还被其他的超英欺负，性格善良又勤劳，所以我在游戏中果断选择了后者。期间还发生不少事，你和队员们关系越来越铁，他们带你去了超英才去的酒吧，结果跟在酒吧里的坏人打了一架，大家的感情日渐升温。你在酒吧外跟大家坦白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。没想到队里的火燎宝的超英呢，之前跟你这个机器人英雄打过架，他受不了，直接飞走了。You little shit.
但其他人都跟你交换了真名，信任感拉满。后续大家还会一块儿举行一些派对，其乐融融。之后为了修复你的旧机器人呢，你需要一块核心能源晶体。同时，大家在日常任务中发现了城市中心那里被敌人严密监视，核心能源晶体就在那里。于是隐身女提议连夜去那里偷。你觉得风险太大，想制定计划，可她还是冲了出去。最后在你的配合下拿到了晶体，却被大 boss 拦截。关键时候还是那个加速衰老的老头冲出来救了隐身女。Vizzy, you gotta fight. Please. Vizzy, hey, listen to me. You get up. Get up! Keep up. No! Okay, yeah, you're good. Okay. 但是使用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加速了衰老，他也住进了医院。这件事发生后呢，让队里的人对隐身女的意见更大，觉得他总是擅自行动拖后腿，你只好表态要把他移出队伍。他其实就在身旁隐身，听到后就关门走了。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在你外出喝酒解闷的时候呢，就被酒吧的大 boss 人们劫持了，逼问晶体的下落。原来隐身女其实是大 boss 派来的卧底，而且他现在还两头骗，把晶体拿走了。幸好这时女超人及时赶到来救你，报称有很多超英马上到，才吓退了众人，把你救了出来。That goes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. Ow. Really is nice up here. Thank you. 紧接着大 boss 就发动了城市突袭，之前被你淘汰的刀锋女竟然也站在他那边，你只好带着队员们先回到派遣中心，一边维护城市安全，一边准备决战。在决战前呢，隐身女突然回来说知道大 boss 要打总部，主动帮忙打怪，而且想要启动之前的机器人。最后你修复了机器人，重新穿上战斗机甲，和其他所有队员们一起跟大 boss 开打。
但就在胜券在握的时候，大 boss 抓了你的狗当人质，你只好用晶体交换。本来呢，你想拿假的晶体蒙混过关，结果被识破了，只好交出真的晶体。就在大 boss 融合晶体准备搞事的时候，隐身女突然反水杀了他，然后隐身女随后自己离开了。结局暗示他可能会步大 boss 后尘，而你最后跟女超人走到了一起，超英成员们也把你奉为英雄，一派和睦团圆的大结局。为什么我的角色选择了女超人，没有选择隐身女呢？只能说我选了女超人，纯粹是因为她在最难的时候帮了我。我觉得她心地善良，算是双向奔赴吧。而且女超人现在的金发碧眼形象是因为身上的宝石形成的，她把宝石拿下来时就没有那么闪光耀人了。在大结局的时候，她还把宝石交给了病入膏肓的老头，老头能够恢复过来，而且能参与战斗。后续呢，这个宝石就留在老头身上，直到能够找到治疗老头的方法。聊完剧情再说这款游戏的优缺点，优点其实很明显，制作质量很高，作画、音乐、动画都在线。毕竟之前制作《与狼同行》《行尸走肉》《蝙蝠侠故事版》的团队制作的，他们之前公司解散了，这次又被收购重组做了这款游戏，讲故事能力没话说。而且和团队之前的作品相比，这次的故事有一个巨大的改变，就是玩家的选择真的能够影响大结局，而不是之前只改变一些小的支线，不改变主线的结局了。这点进步很大，在剧情上既有场景打斗的爽感，又有日常搞笑和接地气的人情味儿，在每一章都有美剧式的大转折，让人忍不住往下玩。缺点也很突出，玩法太无聊了。其实本作的派遣任务和解谜都没什么意思，而且这款游戏的这种引导不太细致，新玩家随便点点也能随便过送快递的关卡，也能过动画剧情，但是到了第5、6章时，难度突然飙升，数值要求极高。比如说最后打刀锋女，要是前面没有好好升级，角色英雄点数不够的话，根本打不过。那么过不了这个玩法，就看不了后面的剧情动画，只能重开，那就太折磨人了。而且重开的过程中，游戏是不能跳过剧情的，那真的是难上加难。另外，剧情的深度其实不算高，它就是好莱坞式的3段论：遇到危机，机器人被毁，人生低谷；缓解危机，找到工作，组建超英队伍；再遇到新的危机，隐身女的卧底，大 boss 突袭，最终解决所有危机。整体上比较表面，玩完之后呢，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回味和震撼，就是图个爽，很像是我们看的爆米花式的超级英雄电影。不过也算是剧情非常利落，非常的宏大了。整体来讲，这款游戏剧情表现优秀，要是玩法同样好玩呢，界限突出的情况下，我能给到9分，但加上无聊的玩法和不合理的难度设计，再扣1.5分，最终是7.5分。如果喜欢超英题材，能够接受这种玩法的朋友呢，可以试试，因为这款游戏的剧情、动画、音乐制作、美术表现真的值得一玩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